最近蔡徐坤的一首《Dead Man》火了，这首歌刚发行的时候我们就想做一期节目，但我厂创始人梁欢老师被广泛视为小蔡的伯乐，他为了避嫌一直不让我们蹭这波热度。老一辈艺术家还是太年轻太幼稚，我们采取了一种迂回战术。先是在上一期聊了 Funk， 聊 Funk 就肯定绕不开 Funk 的祖师爷 James Brown。James Brown 除了是 Funk 的祖师爷，还是 Soul 这种曲风的教父。那么蔡徐坤的这首 Dead Man 是什么曲风呢？巧了，竟然也是 Soul。面对这种惊人的巧合，我们别无选择。Hello， 大家好，我是 Cap G， 欢迎来到 Ham Records 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聊 Soul。1865年，美国正式废除了黑奴制度，黑人看起来是自由了，但系统性的压迫无处不在。比如持续了几十年的隔离但平等原则，法律上大家确实平等了，但现实生活里，黑人不能跟白人出现在同一节车厢、同一个餐馆、同一所学校、同一家医院。厕所倒是能用同一间，但厕所里的洗手池得分开用。再比如，黑人想投票选举，不好意思，只有祖辈在1867年之前有投票权的美国公民才有资格投票。这一招的针对性太强了。1865年才刚废除的黑奴制度，1867年之前的黑人祖辈几乎全是黑奴，哪里来的投票权？于是9成黑人及其后代就被这一招永久剥夺了投票权，剩下1成有资格的黑人真想去投票，不好意思，你先做几轮复杂的听说读写英语测试，证明你有文化。如果你恰巧还真有文化，不好意思，你去年纳了多少税？纳税少的黑人也不是好黑人，还是不能投票。如果你纳税竟然也够多，不好意思，你确实是个优质黑人。这样吧，我们组织上研究研究，再决定能不能投票，你就回家等通知，然后投票期就过去了。当时的美国黑人们就是这样的处境，受尽歧视，而且都是怼脸歧视。我不仅要歧视你，还要让你知道我歧视你。黑人们唯一的精神慰藉就是音乐，他们在黑奴时期就创作出了自己的劳动号子 blues 音乐，能自由迁徙之后，去在新奥尔良地区又创造出了 jazz 音乐。我们在之前的这期节目里详细讲过。但还有一部分黑人，他们也信教，每周去教堂做礼拜，大家在一起唱唱宗教颂歌，也能抒发一下感情。但当时的宗教颂歌都是白人写的，也都是写给白人唱的，黑人唱起来始终有那么点不舒服。人类共同沐浴在您老人家的荣光下，但其中我们这部分人类沐浴的不充分，时代不能投票，孩子也进不了好学校。1928年，著名 blues 歌手 Thomas A. Dorsey 患上了抑郁症，当时正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期，不仅一下子不能写歌唱歌了，甚至屡次尝试自杀。当时治疗抑郁症除了电击没别的办法， Thomas 的家人就把他带去教堂，请牧师看看这孩子还有没有救。结果奇迹出现了， Thomas 说牧师从他嗓子里取出来一条蛇，咱也不知道这是 Thomas 的浪漫化表达，还是牧师给他修了一手民间大师的传统手艺。总之 Thomas 是真从抑郁症里走出来了，并决定此生都把自己的音乐奉献给上帝。痊愈后的 Thomas 把自己擅长的 blues 音乐和圣经选段结合起来，再加入对黑人生活现状的描写，写出了海量新歌。他把这些歌手抄出曲谱，往各家教堂去一一投递，但教会里没人敢唱他写的歌，颂歌都给整成流行音乐了，有毒神的嫌疑。直到2年后，知名黑人女歌手 Willie Mae Ford Smith 在演出里唱了他的作品 Thomas 的歌曲，才终于被大众接受，教会也认可了他的音乐。 You may chance to see my sister or my brother, but please do try to see my Savior first of all, first of all. 此后，芝加哥的黑人教会雇了 Thomas， 负责专门创作这种融合了 blues 的教会音乐。他自己也开了唱片公司，发行这种音乐，很快就在美国各地传开。此前的教会音乐被称作 gospel 福音音乐， Thomas 做的这种融合了 blues 的教会音乐，当时被称为 black gospel 黑人福音。只不过后来黑人福音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大，如今人们说起 gospel， 可能直接指代的就是 black gospel。 Thomas 不仅从编曲方式上改变了 gospel， 还对他的具体表演形式也做出了改变。此前教会里唱颂歌得规矩，所有人或正襟危坐，或肃然站立，但 Thomas 认为互动性非常重要，得让台下的信众也投入，所以他鼓励大家唱颂歌的时候要带肢体动作，只要能卡准拍子，鼓掌、跺脚、大叫都行，包括演 gospel 的乐手也不能重复，得根据现场信众的反应进行即兴演奏。信众每礼拜都来唱一次，你要每周演的都一样，人家信众也跟你走流程，不虔诚。他还把黑人教会里 call and response 的传统也放进音乐里，牧师在布道的时候会说一句，这是 call， 下面的信众跟着附和一句，就是 response。 call and response 应用到音乐上，互动性瞬间又上了一个台阶。 Come on, choir, help me say it. I still hear, I'm a praying, I still hear, Mama praying, and the prayers that she prayed. 从1930年开始 Black Gospel 曲风开始在全美传播，也是这一年有个小朋友出生了，他7岁失明，10岁父亲去世，从小在盲人学校学习音乐，14岁时母亲也过世，他付不起学费，只能辍学去社会上混，靠给别人弹钢琴和写歌为生。这个小朋友叫 Ray Charles， 虽然命运多舛，但这家伙的爵士钢琴弹得实在太好，成年以后组乐队发的第1首歌就火了，冲到了 Billboard R&B 榜单的第2名。I didn't mind my baby's wants if she'd only played fair with me.
mind my baby's wants if she played fair with me. 此后 Ray Charles 开始了做一首火一首的创作人生。1954年 Ray Charles 遭遇了创作瓶颈，他在当地教堂里听到了 Black Gospel 这种形式，大受震撼，原来 Blues 还能这么玩。他很快就对 Black Gospel 下手，比如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首 Black Gospel。 Oh, there's a man going around. Oh, yeah. Ray Charles 觉得应该在歌里加入更多爵士元素，并且他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歌词别老歌颂上帝了，咱试试歌颂一下爱情。 Well, I got to me. Oh yeah, I got a woman way over time. Good to me. Oh yeah. 然后这首歌就又拿下了1955年 Billboard 的 R&B 榜单第1名。但关于这首歌的具体曲风定位，黑人音乐家们出现了争议。他没歌颂上帝，所以不能算 Gospel， 具体算啥谁也说不清。但 Billboard 这种白人主导的杂志哪管黑人社区背后的文化和历史，凡是黑人做的音乐一律按 R&B 处理。1955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蒙哥马利市的一位黑人女性 Rosa Parks 在公交车上拒绝为一个白人让座，因此遭到警方逮捕。这引发了当地黑人的集体愤怒，开始了著名的蒙哥马利公交抵制运动。全美各地的黑人们联合起来，开始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争取自己的权利。黑人音乐人们也开始斥责音乐行业的不平等问题。白人一边歧视黑人，一边又拿黑人发明的各种曲风赚钱。黑人从 Blues 到 Jazz 到 Gospel， 开创了如此多不同的曲风，白人一律称之为 Race Records 种族唱片。等黑人发明了 R&B 爆火了，势头拦不住了。结果白人主导的唱片公司又找白人歌手来唱 R&B， 再包装成一种名叫 Rock and Roll 的曲风，赚得盆满钵满。与此同时，黑人音乐人的收入仍然微薄。也就是在这个大抗议时期，一个单词开始在黑人群体里盛行 ，soul 灵魂。这个词特指那种起源于黑人的、没有被白人染指的、为黑人服务的东西。比如 soul food 指的是特定的黑人食物， soul patch 指的是特定的黑人胡须造型。以 John Coltrane 为首的一批爵士乐手开始用这个词形容自己的音乐， soul music 灵魂音乐就诞生了。恰好 Ray Charles 那首不歌颂上帝的 Gospel 不知道应该算啥，现在终于有个合适的曲风名了。这一时期虽然黑人们做的流行音乐还是会被白人称为 R&B， 但在黑人群体里 soul 才是他们认可的命名。如果硬要给 soul 定一个特定的范围，指的应该是融合了 blues、jazz、black gospel， 并且歌词内容里没有歌颂上帝内容的黑人流行音乐。当然这个范围定义还不够精确，我们稍后再说。19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迎来大爆发。1963年马丁路德金的 I Have a Dream 演讲把运动推向了最高潮。事实上马丁路德金当天准备的演讲稿里没有 I Have a Dream 这一段，是现场的 black gospel 女歌手 Mahalia Jackson 冲着他喊了一句，跟他们说说你的梦想，马丁，这才有 I Have a Dream 这段名垂千古的演讲。1964年美国颁布民权法案，种族隔离制度正式废止。1965年颁布投票权法案，黑人可以投票选举。1968年颁布公平住房方案，黑人租房和买房也不再受到歧视。随着这一系列平权运动取得成果，越来越多的音乐公司开始向黑人艺术家敞开怀抱，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当然主要还是因为当时那个叫 James Brown 的歌手实在太受欢迎，能赚太多钱了。我们上期节目讲过 James Brown 刚出道时唱的是 Black Gospel， 后来改唱爱情主题，他的曲风也被定义为 soul。 I lost someone, my love, someone who's greater than a star above, someone who I need。你看蔡徐坤 Dead Man 的节奏型就出来了。soul 曲风在1960年代迎来了大爆发，成了第一个得到美国主流社会支持的黑人曲风。全美不同地区都出现了杰出代表。底特律那边有 Motown 唱片旗下的 Stevie Wonder、Marvin Gaye、Jackson 5， 以及没跟 Motown 签约但依旧代表了底特律的灵魂乐女王 Aretha Franklin。孟菲斯那边有 Otis Redding， 费城那边有 The OJs。soul 风靡了美国10年，但架不住 James Brown 实在太强，即便已经被尊称为灵魂乐教父，他也没停下脚步，反而在 soul 的基础上又开创出了更受欢迎的 funk 曲风。soul 的影响力才因此有了一些下降，但时至今日还是有很多流媒体会把 soul funk 并为一大类，比如 Apple Music。几十年后 soul 在中国也依然有精神传人方大同。舍起来，边走边唱，困起来，你藏在芙蓉镇上，世界不在，你依然在站台，走了依然会回来，扬起尘埃，都别
是一种黑白。Rest in peace。回到 soul 的定义范围，考虑到 James Brown 的存在，所以我们需要再精确一点。soul 应该指那种融合了 blues、jazz、black gospel， 并且歌词内容里没有歌颂上帝内容，而且还不是 funk 的黑人流行音乐。接下来，让我们在这种种限制下制作一首原汁原味的 soul。首先来一段8/6拍的鼓组和贝斯。再加入一段爵士风味的和弦，音色用教堂里爱用的管风琴，往 Black Gospel 靠一靠。再加入一堆管乐，显得人多势众一点。最后加入 Call and Response 的人声，一首 Soul 就完成了。If I were a DJ, oh, will you still love me? If I were a DJ, will you still love me? I'm a DJ, a DJ, I'm a midnight DJ.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欣赏 soul 曲风？首先听和弦。soul 的和弦来源于爵士，但又不会像纯粹的爵士乐那么飞，还在正常人能接受的好听范围。然后听律动。soul 是属于黑人的流行音乐，黑人流行音乐里不带律动等于犯罪。最后，如果你在现场听一首 soul， 一定要额外聆听乐手们做了哪些小即兴。从 Thomas A. Dorsey 开始，即兴就被写进了 soul 的基因里。当然，如果你觉得和弦、律动、即兴这些音乐层面的东西太复杂，不要慌，我们还可以走文学方向，只需要在听到任何一首 soul 以后说停止歌颂上帝，让我们歌颂点别的，爱情或自由，那么这就是 soul。简单一句话，逼格就顶天上去了。世界范围内也没几个乐评人能装到这个水准。装逼之余，也请不要忘记这个系列的核心宗旨：享受音乐，适度装逼，不要有优越感，多给音乐人打钱。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还想知道关于音乐的什么，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最后，请不要忘记关注、点赞、转发，我们下期再见。